好，我是莊開文，歡迎收看 T 觀點。今天我們的節目要鎖定世界皇室巡禮。雖然現在全球實施君主制度的國家已經是少數了，不過人們對於王室呢，還是充滿了無限的想象。根據統計，全球目前大約有27個國家還擁有王室，其中亞洲最多有12個。而且過去這些王室不但手握權力，還擁有巨大的財富。只不過隨着時代的演進呢，現在的王室政治掌握權已經是逐漸淡化了，只剩下君權的象徵。而一講到亞洲的皇室，T 觀點曾經為您介紹過日本，今天我們則要來看看最近新聞很多的泰國王室。泰國的拉瑪王朝有着238年的歷史，在泰國人民的心目當中呢，泰國的王室是擁有特定法力的，而國王則是半人半神，法統來自於他神聖的血。尤其2016年離世的前任泰王，也就是拉瑪9世普美蓬，在位70年間，不但是國家的領導人，更受到人民宛如神明一般的愛戴。但是2019年呢，加冕登基的拉瑪10世瓦吉拉隆功可就爭議多多了。他在當44年的王儲期間，就因為放蕩不羈的形象，常常被拿出來檢視。最近更被說是根本上演了泰國版的《後宮甄嬛傳》。主要是因為去年10月份才遭他撤除頭銜的貴妃施妮娜，突然從監獄裡頭獲釋，還立刻飛到德國去服侍泰王。為什麼是飛到德國呢？沒錯，根據外媒的報道，這位泰皇為了要躲避疫情，5月份的時候帶了20位的後宮佳麗飛到德國租下飯店整整1年，還裝潢成泰式的風格，這行事作風簡直是叫人跌破眼鏡，同時也引發了人民的抗議。好，我們就馬上先來看報道，繼續深入討論。熟知泰國王室內幕消息的英國記者馬歇爾幾天前在推特剖圖驚爆，照片中的一男一女正是泰王瓦吉拉隆功，還有之前遭撤除頭銜的廢妃施妮娜。據傳施妮娜重獲寵幸，把露肚及小蠻腰背心低腰褲當成戰袍，出獄後秒飛德國慕尼黑見泰王。In a shocking move, the Thai king has stripped his consort of all titles and military ranks. 去年10月，在泰国王室上演真實宮鬥劇，當時67歲的泰王瓦吉拉隆功把小33歲、外形美豔的皇家護衛隊少將施妮娜封為貴妃。好景不到3個月，施妮娜就因對國王不敬等罪名慘遭撤妃，打入冷宮，還一度傳出在獄中身亡。就在事件屆滿1週年前夕，施妮娜突然鹹魚翻身，獲得泰王關愛眼神，整個過程堪比8點檔肥皂劇。泰國34歲新王妃施妮娜身穿小背心駕駛飛機，英姿煥發，相當俏麗。泰國王室26號罕見發布多張照片，秀出身為皇家侍衛隊的王妃，外表豔麗卻能勇猛地開戰鬥機。這樣的反差美照讓大批網友爭相觀賞。王室官員還透露，網站流量太大，還一度宕機，幸好已經恢復正常。67歲的泰王瓦吉拉隆功情史豐富，今年5月才冊封第4任妻子前空姐蘇提坦為王後。ติดตามรัชกาลที่10มาเรื่อยๆอยู่แล้ว ซึ่งก็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ครั้งนี้ก็คือ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ก็ยอมรับได้ครับ แต่ว่าก็อาจจะมีแบบตกใจนิดนึงว่าแบบเปลี่ยนจากสามัญชนมาเป็น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ราชินีเลยเหรอ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蘇提坦和施妮娜一樣，都從侍衛晉升後宮佳麗。他2014年升任瓦吉拉隆功的侍衛隊指揮官，各種重要場合都出現在他的身邊。沒想到2個月後，在67歲生日當天，瓦吉拉隆功冊封施妮娜為王妃，打破自1932年以來泰國君王立憲後長達87年的傳統，成為首位納妃的泰王。還特別下令為施妮娜王妃製作長達46頁的王室傳記。有人說這是泰國版的《後宮甄嬛傳》，也有人說這是現代版的《宮心計》。不管如何，泰國是國人非常熟悉的國家，因為在疫情之前一向名列台灣人最喜歡出國旅遊的第5名的國家哦。算一算，一年大約有將近80萬人到泰國去旅遊。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實全世界最有錢的皇室在哪裡呢？並不是什麼產油國家，而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拉瑪10世瓦吉拉隆功哦。他的總資產高達430億美元。
哦，是英國女王的80倍呢。好，我們今天就好好來了解這些皇室背後的故事。首先來介紹來賓，歷史作家陳啟鵬陳老師，您好。開文好，大家好。是，再來介紹的是這個世紀遺產資深導遊尹俊寅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們馬上來看一下哈，根據這個雜誌，這是一個國際的商業雜誌，他們做了一個統計，說地表最有錢的皇室是哪裡呢？哎，第一名太厲害。泰國的瓦吉拉龍宮，剛剛提到了430億美元，對不對？你看問來啦，沙烏地阿拉伯照說產油國比較有錢，對不對？沒想到他打敗他們，為什麼泰國皇室會這麼有錢？那一般來講，大概分為3方面。那第一方面就是房地產的部分。那泰國王室資產局堪稱是曼谷的最大包租公。因為它在曼谷市中心的土地就高達400萬坪哦，所以它每年租金哦有數億美元之多。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投資哦，像譬如說沙聯水泥啦，還有像是泰國匯商銀行等等的，那他們的資產再加上衍生的股息，大概也有386億美金。那另外還有第3部分是海外投資。那根據王室資產局的一名資深顧問，他有提到說，其實王室都有陸續在海外資產，那他們也會做一些投資。那投資的金額至少也是10億美金以上。對，那不過要注意的是說哈，泰國王室資產局的資產不包括王室成員名下的財產，所以像那個斯林通公主，她所擁有的那個泰國最大商場啊，它典範購物中心就高達25%的股份，所以那個都還沒有含在我們剛剛講的什麼430億，對，或者是更高的這些資產裡面。對，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所有皇室的那個名下的資產加起來，也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其實我們稍後還會來討論一下，全世界到底有哪些有錢的皇室，他們是如何來處理他們的財產，還有呢，最窮的皇室又在哪裡呢？可能會讓觀眾朋友都想不到哦。好，不過我們先聚焦，就是剛剛講到的泰國哈，泰國皇室的成員，我們先簡單的做一個介紹。普美蓬哈，就是前任的泰皇，他已經過世了，但拉瑪九世他可能是全世界大家最熟知的一位泰皇啊，而且呢，他相當的受到好評，對不對？也很受到人民的愛戴。那麼王太後就是施麗吉，那麼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位特立獨行的瓦吉拉龍宮。那麼他家裡頭其實還有一些姐妹，對不對？是不是？尹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他們也都有很精彩的人生故事耶。對，那麼這個普美蓬這個國王呢，那麼他留下的這個家族呢，那故事太多了。老大這個是一個公主，那烏恩勒，烏恩勒呢，他到美國去念書的時候呢，跟他的同學結婚了，生下1子2女，他的先生竟然不知足，在外面還有小三，後來只好離婚。那回來就在泰國的演藝圈也非常有名，在 Instagram 上面常常去發表他相片，那甚至在2019年還想參政，哇，這讓他的弟弟就現任的國王拉瑪十世很頭疼。那姐妹裡面其實最受泰國人民愛戴是第3個，就是斯林通公主。对，而且琴棋書畫樣樣都行，讓他做王儲。做王儲，哎，对，其實一度是對兒子不太放心，還在想考慮女兒，對不對？那麼最小的公主呢，卓拉蓬，故事也很多，她還是化學博士。化學博士，然後呢，第1次的婚姻呢是跟一個軍官結婚，結果呢，不曉得他們家族是不是都有這種故事啊？這種歷史，現在都又離婚。然後現在第2任是跟他的化學博士，另外一個老師教授在一起。所以這3女1子，唯一不讓這個普美蓬國王擔心的只有斯林通。他說他雖然沒有結婚，可是他在泰國有1000萬的子民。那當然，這個整個家族的故事，每一個人都可以寫一套書了，真的可以拍一套電影。不過故事第1名的應該還是瓦吉拉龍宮。瓦吉拉龍宮，對，瓦吉拉龍宮。好，各位看一下這個照片哈，因為呢，先前啊，他就是被媒體拍到說，哎，穿個短背心啦，露出他的刺青啊，露出他的肚肚，這個對於泰皇來說，這個形象可能就引發了很大的非議，對不对？然後泰國政府也氣炸了，當時好像還施加一點壓力，說，哎，臉書是不是可以撤文之類的哈？好，但是他的母親啊，也就是施麗吉王太後，她就曾經說，哎，我的兒子是個情聖，她是用唐皇來形容他的西班牙情聖唐皇來形容自己的兒子了哈。不過我們來看一下，他有4次的婚姻，第1位其實他娶的是宋莎瓦麗公主，她是父親其實就是剛剛我們講的王太後的這個2哥，然後呢，他的母親是來自於泰國很有名的玉坤家族，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雨瓦西達，然後希拉米。
希拉米這個就很有故事了哈。再來蘇蒂達是現任的，對不对？另外我們剛剛前面也講到了施妮娜王妃的故事，好，是不是請陳老師跟我們說一下？像第一段之所以會離婚，很有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那就是因為沒有子嗣，因為國王沒有後代的話，那就代表了說他其實就會變成有接班人的危機。所以其實要講到這個接班人的話，他後來果然有生下一個，那就是第3任的希拉米。那我這邊特別要講到希拉米的故事，因為希拉米號稱是泰國版的麻雀變鳳凰啊，哈。那他原本是出身普通家庭，可是這個希拉米呢，他不甘於平凡，那個時候就開始經常出入高級聚會場合。那因為他年輕貌美，身材姣好，很快就引起了瓦吉拉隆功的注意。後來瓦吉拉隆功就讓他進宮當了女士官來進宮服務。那也因為進了宮裡面，跟瓦吉拉隆功有更多接觸的機會嘛，所以後來到2005年的時候，他就懷有身孕了。哎，對，那因為懷孕了，有子嗣了，所以後來就被王室正式賦予王妃的頭衔，然後嫁入皇家，真的是非常枝頭了哈。那時候他也順利生下一個兒子，而且也是泰王至今唯一合法的兒子，那就是提邦公王子。結果就在這個時候傳出說，他有在紅燈區當過脫衣舞娘，而且他辦了一個 party， 對不对？那個 party 居然是对。這個就是穿這麼少，王妃穿這麼少，而且在眾人面前，是，對不對？那個是在2009年的時候，就是那個瓦吉拉隆功跟希拉米就在愛犬宴會上，然後他就居然衣衫不整。那隨後到了2014年的時候，希拉米家族又傳出說有貪污納賄的情形，所以當時國王就跟那個希拉米講說哈，你就跟瓦吉拉隆功離婚，那你自己自動放棄頭銜。那放棄之後呢，後來據說他就有人是說他出家了，然後過着清貧的生活，也有人說他後來生死未卜，下落不明。那麼現任妻子其實小瓦吉拉隆功26歲，对不对？他是前太行的空服員哈。对。而且听說當年啊，這個是大家如果是飛太行的話，都要飛一個航線叫做慕尼黑航線，為什麼？這個故事很好玩，因為他現在的這個王妃蘇迪達其實是跟他大女兒同歲數。就是瓦吉拉隆功自己的大女兒帕蔡公主。那麼大家為什麼要去飛這個慕尼黑這個航線？像主持人講，因為呢，現在這個國王呢，他實際上在泰國南邊，他有一個別墅，那在途清就在慕尼黑的南邊，所以這條航線其實泰王自己是會開飛機駕駛的。他是自己是機師 captain， 這條航線的飛行時間11個小時，11個小時其實機長只有負責起飛跟降落，剩下時間你就可以好好有機會跟國王見面嘛。當時還是王儲，所以蘇迪達就剛好有這個機會跟他見了面，所以這條航線是所有泰王他經常自己在飛行的航線，所以空服員當然想上去啊。所以尹老師剛剛講到施妮娜，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哈，這一次上演的這個泰國版的《後宮甄嬛傳》又是怎麼回事？先看一下這位施妮娜王妃的簡歷哈，在那麼漂亮的王後底下哦，她還能夠這樣子死而復生哈。對，我講的是地位啦哈，因為真的是很不容易。她其實是這個皇家陸軍護理學院畢業的哈，進入皇室工作，而且他官拜少將有夠厲害哈。而且呢，他先前說什麼圖謀後位啦、野心膨脹啦、矯诏亂政，感覺都很像《後宮甄嬛傳》會出現的字眼。好啦，反正 anyway 他就是被關了起來，但是為什麼後來又可以獲釋出獄啊？這整個劇情實在是大翻轉呢，陳老師。對，一般來講有3種說法。那第一種說法是說是瓦吉拉隆功的美女護衛歐拉弄所鑄成的，因為這個歐拉弄原本是施妮娜的前女官跟前女秘書，那她因為心念舊主嘛，所以她不時就跟瓦吉拉隆功進言，其實就讓人家想到說《甄嬛傳》裡面的眉莊，所以也有人才會說這就是泰國版的《後宮甄嬛傳》哈。那第二種說法就比較像是宮鬥劇了啊，怎麼說呢？因為施妮娜據說是提邦公王子的童年護士，那我們知道提邦公的媽媽就是前王妃希拉米，那希拉米就是因為跟現任皇後蘇提達
鬥爭鬥輸了，後來變成出家跟兒子分離，所以後來提幫公因此懷恨在心。那據說就是在他的父親面前進言，那希望把他放出來之後，跟斯尼娜聯手來對付現任王後。所以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很夠公的感覺？有沒有？真的是很公道。那我個人是認為啦，哈，一切的關鍵還是在瓦吉拉隆功身上啦，因為瓦吉拉隆功說了算嘛。好，不過呢，一講到瓦吉拉隆功，哈，根據《經濟學人》雜誌曾經做過這樣評價，他說這是一個被寵壞的，而且是任性的人，哈。我們就回過頭來看看他當時的加冕大典究竟是什麼狀況。這是相隔69年之後，泰國再次舉行王室巡遊。新加冕的泰王瓦吉拉隆功，他所乘坐的王轎由大皇宮出發，繞行周邊道路大約6.7公里，整整走了5個小時。沿途演奏皇家音樂，這支巡遊隊伍是由軍方的官兵以及儀仗隊總共數千人組成。夾道歡迎的民眾穿着鮮黃色的上衣，現場至少聚集20萬人。這一幕恐怕是一輩子只能親眼看得到這一次。要跪低㗎，係全程都由開始巡遊就要跪㗎啦，好壯觀咯，好嚴肅咯，好值得睇咯。新泰王即位頒布的特赦令在4號生效，當中包括了5名黃衫軍領袖和1名去年被認定冒犯君主法而判刑的學生。加冕儀式，瓦吉拉隆功戴上7.3公斤重的黃金王冠，代表着君王應該承擔沉重的責任。接手王劍則象徵掌管智慧。就在9層白帆傘下，新泰王頒布加冕後的第1道諭令。泰王加冕的完整過程，透過電視、網絡全程向民眾同步直播，這是過去從不曾公開過的史上首例。一般不會接受這樣子的採訪，皇室會有一組他們自己負責新聞的人來協助大家。朴美蓬時代，整個加冕儀式只有王室和高官才能親眼看得見，民眾看到的畫面和報章刊登的照片，都是王室統一發稿。其實已經對新聞進行了一些篩選，或者是一些通稿的一些審查，並不是像英國或者像日本這樣子的，是一個象徵的形式。它其實在泰國應該是一個很實權的。今年3月的大選，深獲年輕人喜愛的未來前進黨，一舉躍升為全國第3大黨。老字號的民主黨卻慘敗。Means that there is no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at the king is not sitting on a calm situation. 泰國儘管有王室不得參政的禁令，但是王室卻一直在影響着國民的投票意向。3月大選前，泰王禁止烏文樂公主參選的時候，就曾經呼籲選民投票給好人。這番話就有利於目前執政的軍政府繼續連任。The politics in Thailand have been really toxic. They've had more coups than you can imagine. Every time they have a coup, they rip up their constitution. The whole thing starts and goes around again. 新泰王瓦吉拉隆功奢華的行事風格，跟已故的泰王大相徑庭。九世皇做的非常多，那其實大家對10世皇的期待就會非常非常的高。泰國的餐廳依舊高掛着已故泰王朴美蓬的照片，民眾的心裡仍然期待未來的泰國能有一番新氣象。好，我們就來看一下瓦吉拉隆功的小檔案哈，他是1952年出生的，很特別的是，他擁有 F5戰鬥機還有波音737的機師的資格，他會開飛機，剛剛老師也有講了哈，而且他是空軍上將哦。好，他是在2019年的時候正式加冕的，對不對？是。但是哈，他在當王儲期間，其實陸陸續續有的時候就需要代表國家哈。其實，在1987年啊，也就是說太皇朴美蓬的時候啊，就把瓦吉拉隆功派到日本，你去做個國事訪問，正式的代表我國王去。結果去的時候呢，這個日本也出了一些問題。這個接待瓦吉拉隆功的專車竟然在高速公路的收費站停下來，司機就下車跑掉了。
說是肚子有點問題，跑去上廁所。再來呢，因為他要去剪彩，要有一些动作。那當然，這個繩子竟然沒準備好，他還得彎腰去拿繩子。國王啊，竟然可以讓我做這種事，我的記仇記在心裡了。果然讓他等到機會了。君子報仇，3年不晚，他等了9年。當時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要到泰國曼谷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747的專機降在曼谷機場，而且這時候泰國呢派了3架 F5戰機做前導機，結果呢有一架飛機這個 F 就不走了，因為上面就是瓦吉拉隆功。我就記得你9年前你讓我在日本惹的這個事，我就飛機堵你20分鐘啊，這個日本首相也只能坐在飛機上等啊，怎麼辦？所以這些事情，因为他當時在日本遭受到這種待遇的時候呢，他很生氣，他提早3天回國，當時造成日本跟泰國非常緊張的外交關係。是，其實，在泰國哈，就算有這些行徑，但是不要忘記有一個很重要的罪名，叫做冒犯君主罪哈。那碰到這樣的君主，到底人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還有我們剛剛也看到了這個泰國王朝的加冕大典啊，這其中其實還有很多的學問在裡頭哦。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聊。另外呢，就是說所謂的拉瑪王朝居然有所謂的9世詛咒嗎？這又是怎麼回事？請別走開。好，我們前一段節目看到就是太皇拉瑪14世哈，他在2019年的加冕大典哈，3天就花了10億泰銖，折合台幣9億5千萬哦，難怪是全球矚目。不過這個加冕大典裡頭哈，我們看熱鬧也要看門道。我們請陳老師幫我們解析一下，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可以充分的展現出王室的尊貴，是嗎？那其實最能夠代表王室的，應該算是9層白傘，不是純金王冠。對，因為這個9層白傘呢，它其實呢是國王專屬禮器，那所以而且它有分成3個等級，5層是王儲所用，加冕前的國王用7層，加冕後的國王用9層。可是你要說這些東西裡面哪一項最尊貴的話，哦，那就是剛才開文所講的王冠了。因為這個王冠呢，它是歷代國王所收集9顆最名貴的寶石，然後跟黃金打造而成，而且你注意到它的王冠哦，這麼高有沒有？重達7.3公斤，這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象徵王室的責任。那不過要講到傳奇的話，那當然就是這一把王劍。為什麼呢？因為這把王劍原本是那個柬埔寨洞里薩湖的龍王的愛物，那據說他感應到有聖人即將出現，所以後來浮出來被漁民打撈到，被柬埔寨的統治者送給泰國。那當時泰國正好被緬甸入侵，那當時的鄭信拿着這把劍，然後去攻城略地，把緬甸趕走，所以後來人們把它尊為5大帝之一。那後來的泰國王室就用這把劍來作為代代相傳的信物。但是呢，這個2014年以來的最大的這個示威活動，其實就跟皇室也有關係。為什麼呢？剛剛我們已經提到了，明明現在正逢疫情，可是他帶着後宮佳麗20人一起飛到德國去哈，繼續的吃喝玩樂，這個人民真的是情何以堪呢？也因此8月份的泰國曼谷街頭，在時隔6年之後，又出現了有2萬多人上街去抗議，這對於整個泰國政情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先看報道。高舉3根手指、飢餓遊戲反獨裁政府的手勢，在曼谷街頭重現。還是把副總理比擬作食死人，拿着魔杖扮起哈利波特，要對貪腐的軍政府施咒。或是抱着日本卡通哈姆太郎的玩偶，繞着民主紀念碑轉圈圈，唱着改編卡通的主題曲，諷刺軍政府只喜歡納稅人的錢。The adults may think because we're doing this, they can't take us seriously. But this is the way for the new generation. We're doing this differently in the hope that something will change, rather than sticking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rotesting. 幾乎清一色的年輕面孔，大量的流行文化加入抗議活動當中，吸引以往不太關注政治活動的新一代走上街頭，使得泰國這一波抗議從幾百人演變到軍方政變以來最大規模的萬人示威。儘管抗議一度因為疫情禁令暫時平息，但泰國經濟因為高達20%仰賴觀光，受到疫情重創。第2季的 GDP 年減12.2%，創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
耶夫。這次抗議行動，學生們站上火線挑戰威權，除了解散國會、修憲，還有禁止騷擾異議人士等3大訴求之外，更罕見提出改革皇室的10大聲明。抗議活動裡隨處可見的創意發想，其實不只是吸睛，更是要繞道規避言論審查。軍政府大手一伸，刑法第112條的冒犯君主罪，更是可以無限上綱。And also imprisoned a Thai man for 35 years in 2017 for insulting the monarchy on Facebook. At least 2 people arrested on royal defamation charges have been found dead under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侮辱或是诽谤國王、皇後還有摄政王，就是涉及冒犯君主罪，最高判處15年徒刑，被視為有如文字獄。也因此，示威者拿太皇跟伏地魔相比，都是那個不能直呼其名的人。He's just not popular, and he lives most of his time in Germany,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en Thais would have expected their monarch to be in the country and standing beside them as they went through the crisis, he's been living in a luxury resort in Bavaria with a large harem of women. 比起亲民又低調的已故泰王彭美蓬，瓦吉拉隆功作風充滿爭議。坐擁超過300億美金的資產，是全球最有錢的皇室。相對於瓦吉拉隆功的豪奢，泰國的中低收入族群形成強烈的反差。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泰國的貧窮率從2015的7.2%上升到9.8%，是東協當中唯一不降反升的國家。瓦吉拉隆功即位之後，還干預政治、修憲擴權，不但主導修法，讓泰王得以任命皇室財產管理局局長人選，等於是可以完全掌控龐大的財產。也成立了特警部門警隊，除了保護皇家成員，還負責搜捕違反冒犯君主罪的民眾。眼看皇權持續擴張，大批學生大踩紅線，甘願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呼籲改革王室。It was kind of certain that sooner or later Thais would want to change in the regime because monarchies are kind of outdated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absolute monarchies, and Thais want democracy. 哈拉玉使出緩兵之計，強調經濟優先，不願挑動君主制度的敏感神經。เรา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ร่วมกันช่วยกันดั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ห้พลิกฟื้นขึ้นมาเป็นอันดับแรก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แล้วค่อยจัดการแก้ไขปัญหา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อื่นๆด้วยกันต่อไป。學者認為，世代差距是泰國這場改革最大的阻礙。老一輩的保皇派完全不能理解新世代的訴求，但勇敢衝撞體制，泰國年輕人已經讓外界看到改變的曙光。好，這些去抗議的大學生們說了，他們其實冒着一個很大的風險啊。為什麼呢？因為有去過泰國的人，可能啊導遊啦或者是領隊都會告訴大家哈，一定要一定要謹記在心，就是泰國有所謂的冒犯君主罪哈，而且呢絕對不要隨便的去批評他們的國王啊或皇室等等哈。就像主持人剛才講，不是只有國王、王後、公主、王子，甚至寵物都不能講。是。那麼這個法是在1908年開始就有。真正開始出現在文字上，現在就是泰國非常有名的刑法112條。那麼在根據統計的數字啊，2011年到13年，那已經有119個被冒犯君主罪起訴。哦，那14年到16年呢，更多了285，而且之前的11到13年呢，起訴這些人還有24%，也就大概1/4是無罪的。後來呢，越縮越緊，只有4%的人是無罪，所以這引來聯合國甚至美國。駐泰國大使戴維斯，他上任的時候呢，就對這個泰國的這個王權啊無限的擴張，他表達隱憂。結果也有泰國人民抗議說這個是冒犯王室，然後泰國警方只好對這個美國駐泰國大使進行調查。曾經有泰國的百姓在臉書上面去批判了王室的狗。都被抓起來判刑。好，其實泰國的這個冒犯君主法由來已久，我們查了一下，從拉瑪一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哈。而且這據說跟一個詛咒是有關係，叫做九世詛咒，到底怎麼回事呢？又要回頭去講，剛剛老師已經提到的正信將軍，對不對？他是吞武里王朝的創立者，但是後來吞武里王朝就是被現在的拉瑪王朝給這個推翻了，對，取代了。那說起九世詛咒，就要從潮州王正信講起。那正信的父親來自廣
廣州，後來到了泰國經商致富之後，娶妻生子，生下鄭信。那鄭信自小據說聰明伶俐，後來還被大臣首相收為義子。那後來緬甸攻打泰國，燒殺擄掠，而且還把王室及9萬人民俘虜到緬甸去。那他本來是要去奴役啦，但是國王在途中逃走，不慎餓死。那這個時候，曾經是大臣首相義子的鄭信就被人民拥戴為親王，也就是潮州王。那後來他帶領人民就是反攻哦，反攻之后攻城略地，收復失地，還重建暹羅王國啊。那只不過是到後來之後呢，他的吞武里王朝為什麼會被取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柬埔寨發生內亂，那他動員了20萬大軍，交給他的好朋友昭披耶卻克里來去領兵作戰。但是這個卻克里到了前線的時候，卻上演了一出陳橋兵變，要部下擁立他為統治者，所以他後來反過來率領大軍去進逼鄭信。那鄭信當然不敵啊，因為他的軍隊都沒了啊，所以後來就被抓起來。那當時這個卻克里，也就是後來的拉瑪一世，本來想要放過他一馬。但是他的部下告訴他說，不殺鄭信，我們就名不正言不順了。所以到後來沒辦法，只好殺了他。但是呢，這個鄭信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好朋友背叛嘛，所以他就發了一個詛咒，說夺我王位者，傳不過10代。那值得一提的是說，這個瓦吉拉隆功登基之後，正好是拉瑪10世。那這個鄭信的詛咒到底會不會應驗在他身上？這也是值得我們觀察的。好，稍後回來呢，我們還要繼續聊的就是剛剛已經講了，泰國王室名列全世界最有錢。那麼其他呢，同樣有錢的王室又包括了哪些？還有沒有最窮的王室呢？馬上回來繼續聊，請別走開。同樣在東南亞，泰國到了2021年依舊不平靜。那麼除了改革君主制的抗議聲浪持續延燒，民眾跟警方發生衝突之外呢，王室的宮鬥也沒有稍歇。我們先前曾經為您介紹過，泰王瓦吉拉隆功，他的寵妃施妮娜呢，雖然已經復寵了，不過爭議依舊不斷。除了不雅照外流，現在更傳出了泰王有意要把寵妃，也就是施妮娜升格成為第2王後，卻引來了王室其他成員不滿。有媒體就報道了一向力挺正宮皇後的施靈通公主，更為此跟泰王大吵了一架，還因此受傷了嗎？我們先看報道。泰版《甄嬛傳》持續真實上演，泰國王室的宮鬥劇沒有最猛，只有更猛。泰國貴妃施妮娜微彎身軀展現身材，或是露出小蠻腰，還有她穿着無袖上衣動作嫵媚賣弄風情的照片，數百張太妃親倆私密自拍照，現在都遭人刻意外流。經常撰寫泰國王室的英國記者馬歇爾推特發文說，這些施妮娜親倆自拍照全出自於她個人手機，推測都是為了傳給泰王瓦吉拉隆功。他暗指照片外流可能是皇後派的陰謀，要毀掉施妮娜苦心經營的親民形象。施妮娜一度被打入冷宮，復寵後經常高調出現在公開場合，可能因此引發挺皇後派的不滿。而另一頭，泰國反王室、反軍政府的示威行動還沒結束，學生穿上恐龍裝，從白天到夜晚持續出現在示威現場。ทุกอย่างที่อยู่ในสังคมณตอนนี้ไม่ว่าแบบระบบ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พื้นฐานหรือแบบอย่างง่ายๆปัญหารถติดที่แบบที่เราต้องใช้ชีวิตกับมันทุกวันนะคะแต่เขาไม่มีเขาเรียก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ใดๆได้เลยเนี่ยใช่泰國高中生現在也加入示威，發起壞學生運動，要挑戰不合理的教育體制。他們不滿師長在校園使用暴力，要求教育部長下台。แล้วก็รัฐบาลจริ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แก้ปัญหาครั้งนี้ก็คิดว่าเด็กๆน่าจะได้รับคำตอบแต่ว่ารัฐบาลไม่รับฟังก็ต้อง泰國政府再不回應示威者訴求，這場學運短時間內恐怕仍看不到終點。
泰國王室宮鬥劇《太妃甄嬛傳》持續揚檔，而且現在詩琳通公主也加入這場王室大混戰。外傳詩琳通公主不滿最近泰王瓦吉拉隆功幫貴妃詩妮娜慶祝36歲生日，砸錢辦大型活動，還特地跟詩妮娜一同穿上情侶裝。泰王寵妃行為實在太高調，更坐實泰王有意讓詩妮娜晉升為第二王後的傳聞，讓向來支持正牌王后素提達的公主詩琳通進宮和哥哥瓦吉拉隆功大吵一架，甚至還傳出泰王盛怒之下放狗驅趕妹妹，詩琳通公主被狗撞倒在地，還遭哥哥持拐杖暴打，導致她雙腳骨折。Als kleines Geschenk zum 36. Geburtstag und obwohl Bigamie, nachdem sie sich bei einem Spaziergang mit ihrem Bruder beide Knöchel gebrochen hatte. Das ist Prinzessin Sirinkon. Das ist die Schwester des Königs und die spielt auch eine ganz bedeutende Rolle dabei, weil die ist nämlich gegen diese Beziehung bzw. gegen diese Beförderung von Koi. 泰國王室否認兄妹鬩牆說法，澄清泰王妹妹腳是在健身時受傷。泰王瓦吉拉隆功寵愛詩妮娜無極限，只怕這宮鬥劇還未完待續。好，我們就先幫觀眾朋友來個前情提要一下哈。之前我們曾經介紹過泰王瓦吉拉隆功，也就是拉瑪十世，他有過4次的婚姻啊。那麼其中呢，第3任太太也就是西拉米皇後哦，雖然已經下台一鞠躬了，不過他所生下來的這個提邦公王子，現在最有可能成為王儲啦哈，雖然還沒有被正式立為王儲，但最近大家一直在講所謂的泰國版的《後宮甄嬛傳》，女主角是誰呢？其實就是現任的皇後蘇提達以及詩妮娜貴妃，而且這個貴妃哈，她是一個鹹魚大翻身的一個狀態啊。我們馬上再來跟大家解釋一下。不過最近好像很多人又說，是不是皇後又扳回一城呢？為什麼？就是因為皇室最近公布了一張像這樣子的一個照片哈，泰國皇室在2月28號透過官方的推特賬號公布了泰王瓦吉拉隆功還有王後，您看到了蘇提達，她坐在那邊哦。2月27號，他們在曼谷的大皇宮玉佛寺裡面進行了佛像季節性的更衣儀式，但是值得注意是接受了貴妃的跪拜禮。好，老師，外界就認為說，這一來是不是看到正宮娘娘再下一城了？對，其實我們最近看到很多各國的皇室哈，都鬧出很多的這個事情哈，沒錯，包括英國，包括我們看到的這個泰國啊，基本上侯門深似海啊，真的讓人霧裡看花，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好，那當然呢，其實就像凱文剛剛提到，真的好像一出活生生的後宮甄嬛傳。好，那在這個你看到蘇提達皇後呢，好，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當然現在她還是保有皇後之尊。好，可是呢，你發現這個瓦吉拉隆功，也就是拉瑪十世，他其實有意要把什麼？我們講說他的這個愛妃，也就是詩妮娜，因為詩妮娜真的也很戲劇性啊。她原本其實在皇宮服務，後來被瓦吉拉隆功看上，可是也曾經犯錯，就關到監獄裡面，後來又被釋放出來。而釋放出來啊，不是貶到民間呢，就貶為庶民哦，還是回到這個國王的這個身邊。所以呢，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傳奇。我說單拍他的一個過程，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一個電影，或是這樣的電視。一直有一個傳說要變成第2皇後。對，第2皇後。那當然這樣子一個做法也引起我們講說這個公主，就是泰皇的這個姐姐哈，她的一個這個反對。那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去年流出的這個我們講說王妃啊詩妮娜的這個親娘照。那據當時我們講說收到這一個照片的人，好，那說裡面呢都是什麼穿的一些露肩吶，因為這在泰國王室基本上也是不太允許的，所以有人就懷疑這是不是蘇提達王後啊故意放出來的消息，幕後的黑手其實是她。當然我們看到這個公主啊，就是詩琳通公主，也就是泰王的這個姐姐收到這個消息，要立第2皇後，這在泰國皇室基本上是不允許的。所以據說呢，跑到這個皇宮跟這個國王大吵一架啊，國王呢也不聽勸，據說還放出這個狗啊去追這個公主啊，公主當然嚇到啊，跌倒之後還不放過她，甚至拿什麼東西去敲她的這個腳踝，造成她骨折。所以呢，在1月11號，今年1月11號，你看泰國皇室發出來的消息當中說什麼？因為公主去健身的時候不慎跌倒，這更增添大家的一個懷疑，好像變成羅生門。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可是造成原因是什麼？是不是真正後宮的這樣子一個爭鬥？其實也有大家這個讓大家匪夷所思的地方。好，不過呢，話說回頭，這個泰王瓦吉拉隆功哈，他是2019年哈登基到現在嘛哈，其實在媒體上的形象就是像
這個照片一樣放蕩不羈啊，哈，所以引發了很多的一個議論。請問老師，現在面對着民眾的不斷的要求皇室改革，他真的能夠全身而退嗎？而且真的能夠不動如山，然後什麼改变都不做嗎？目前來講，我認為他的壓力越來越大了哈，因為這個拉瑪14世瓦吉拉隆功跟他的父親相差太遙遠了。沒錯，普美蓬。對，他父親是普美蓬，太王是9世了哈。但這個瓦吉拉隆功在他還在做王儲的時候，他就鬧出一連串一大堆的這個紛爭。那麼現在他當了國王之後，他鬧出紛爭更多更大，所以才造成去年開始，那麼泰國就發起一連串的示威遊行抗議。那麼雖然這個疫情讓他稍微緩和一下，但現在又爆發出來了哈。那麼就是說，這個瓦吉拉隆功實在是太糟糕了，太爛啊。那麼學生裡面，在示威遊行的訴求，其中一部分就主要是針對這個王室啊，希望有人希望把王室廢掉，也希望把王室的這個預算把它刪減，不希望讓王室有這麼大的權力，因為他上任之後。他不但是擁有原來的權利，還擴大他的權利。那麼最離譜的就是說呢，像他這個把那個因為王室基本上有個王室的這個管理單位，他們這管理單位的財產的基本上屬於王室的。可他现在把他修改法令之後，把這錢嘛歸到他自己的頭上來，所以說這個是非常這個嚴重的事情。所以他現在我覺得他遭遇到這麼大的這個抗爭事件哈，那麼他這個是壓力是很大的。那麼他可能要必須做點這個妥協調整，要不然的話可能會這個抗爭下去絕對是不會停止的哈。好，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一張照片哈，其實就是每年3月份這個泰王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禮要去參加，那就是要幫玉佛更衣。但這個典禮儀式其實也是有所本，而且是傳承了非常久哈。但是所謂何來呢？我們等一下會再幫觀眾朋友好好來介紹。另外就是泰國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聽說馬老師非常喜歡，對，我非常泰式按摩。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聊，請別走開。在前一段節目當中已經提到了泰王在每一年3月份要參加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就是幫玉佛更衣哈。我們來看看現任的泰王啊，他在2016年的時候，那時候他其實還是王儲哦，不過呢，他莅臨主持的畫面究竟為何？我們可以看到哈，他幫這個翡翠玉佛換裝之前，必須要先用布來擦拭一下玉佛。位在曼谷大皇宮旁邊的這個玉佛寺，每一年依照熱季、雨季還有涼季，會請國王來幫國寶玉佛更換金縷衣飾，象徵全國性的季節更替。據說這是從拉瑪一世，現在是拉瑪10世嗎？從拉瑪一世就開始傳承下來的一個儀式是嗎，顧老師？對，沒錯哈，因為那個拉瑪一世他當時遷都嘛，他是從這個雀克里王朝開始，那麼他把那個首都從曼谷的西岸遷到這個曼谷這邊來，那麼所以他雖然就把那個玉佛就搬過來了，那麼所以就從此就奠下一個非常算是非常好的一個傳統。特別泰國本身又是佛教國家嘛，那所以拉瑪一世就開始每年就開始來幫他禮佛啦、穿衣等等，就一直延續到現在，所以這個也變成一個泰國最重要的一個傳統。不過我們剛剛講到的是玉佛寺哈，在大皇宮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就叫臥佛寺，對不對？玉佛寺好像是這個皇家的寺廟，那臥佛寺就是另外，但它還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很值得來介紹哈，因為它建於16世紀，它的特色呢就是臥佛嘛哈，46公尺臥佛，而且它的雙腳是用豬背去鑲嵌的，非常的華美啊。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所教授正式的、傳統的、正宗的泰式按摩的學校哦。而泰式按摩我們都知道已經有2500年歷史了哈，2019年也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馬老師，聽說你很熱衷於這個泰式按摩，我也按過一次，可是那次的體驗不太好，很像在做體操，而且那個人還流汗，因為太累了流汗，他還把汗滴到我臉上，從此我不敢再嘗試，我會不會是嘗試到不正宗的？對，所以第一次的經驗真的非常重要，第一次就會影響你後面會不會持續做這個事情。其實對我來講啊，泰式按摩，其實在中南半島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按摩的一個形式，那基本上都是從印度傳過去。剛剛主持人也提到，2500年前
據說呢是當時佛陀的御医叫做吉瓦库玛帕叉这一个人。这个人呢，其實他發明了一道保健的所謂按摩的方式，當時就有很多人去跟他學習啊，有病治病，無病強身啊，無病保健。所以呢，今天來到泰國，你會發現不管外國人、台灣觀光客，所有的人來到曼谷，甚至呢去清邁，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所謂的泰式按摩。當然，最早泰式按摩是來自於臥佛的按摩學校，這個學校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啊，你只要繳學費，經過一定的訓練，你就會拿到畢業證書。當然，你要開業或是幫自己家人按都可以。那更重要，在周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打着我是臥佛學校，就好像我們吃餐廳啊，法國藍帶餐廳的訓練出來的主廚那個概念是一樣。不過呢，你會發現哈，這個臥佛寺要去這個按摩基本上都必須要這個預約，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準，很難排隊。我去泰國這麼多趟，我也只去一次，因為每次看到一堆人，哇，真的就不想排了。好，所以呢，它也成為泰國在整個觀光上面非常重要的經濟支柱。很多人來泰國，除了吃泰國菜，除了來欣賞風景名勝，最重要一定會安排。走了一天路之後，就來安排叫做泰式按摩。好，泰式按摩就是整個把你這個筋骨打開。有些人覺得下手太重啊，可能我皮比較厚啊，我就覺得非常舒服，全身舒暢，全身舒暢。然後呢，按完之後又是生龍活虎一條。好，不過剛剛講到了泰國哈，一向被稱之為千佛之國哈，所以境內有超過3萬座的寺廟哦。據說呢，有超過90%以上的泰國民眾都是善男信女啊，也因此僧侶非常的多。但是泰國的僧侶最近遇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過胖。可能觀眾朋友會說，有聽過啊？這個泰國的僧侶不是一天只吃1餐嗎？啊，只吃1餐應該很瘦，為什麼會有過胖呢？我們先看報道，馬上繼續討論。儘管泰國和尚一天只吃1餐，但近10年來，他們的體重卻不減反增。根據統計，超過48%的和尚都有過重的問題。寺廟裡的小和尚們，大部分也都圓滾滾的。其實，泰國和尚每天攝取的熱量比一般民眾還少了150卡，但他們的肥胖比率卻比一般民眾高出了10%。原因與他們的生活形態息息相關。泰國和尚是不能自己做飯的，也不能花錢買，全部都要靠信徒供奉。所以他們早上6點就會背着一個缽，從寺廟出發到外面化緣。信徒們也會準備好食物，在街邊等待。僧侶在接受施語之後，就會替信徒禱告。On their quest, the monks soon find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food. Everybody showed their respect to the monks, and the monks were grateful for every piece of rice they got. 和尚回到寺廟之後，再由自願服務的信徒幫忙料理化緣的食物，通常都是米飯、蔬菜、肉類、加工食物以及高熱量的點心等等。和尚們是不能挑食的，每一個盤子裡的食物都要夾來吃，這是對施主表達的感恩之意。所以和尚們一餐吃下來，熱量可就不少了。That's right. I think modern time like this, we have a lot of change in dietary pattern. We eat more fat, more sugar. 只要中午12點一過，僧侶就不能進食了，直到第2天早上才可以再吃東西。中間10幾個小時的時間，他們只能夠喝水。但現在很多和尚都喝汽水和其他的含糖飲料，尤其在空腹時喝，血糖會突然升高，更容易形成體脂肪。After midday, they have to rely on drink or beverage. We call it in religious term pana. And pana has changed over time from the ancient time in the Lord Buddha's time to right now. It is a soda. It is soft drink. It is sweetened beverage. And we found that general people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a not empty stomach, but monks have almost empty stomach. So it means that the effect or the consequence of, the added sugar is even worse. 泰國和尚的運動量也嚴重不足，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誦經和冥想，也難怪肥胖和慢性病很快就會找上門。
好，原來是跟他們的宗教生活形態大有關係了。好，不過馬老師，聽說你還有一個這個所謂的泰國世界遺產的景象，是一定要跟觀眾朋友來介紹，是不是？對，其實它距離現在首都曼谷非常近，大概往北邊80公里的地方。我們看到泰國歷史其實很簡單哦，素可泰王朝，還有包括阿尤他亞王朝，一直到卻克里，到現在的拉瑪王朝，大概就是4個王朝為主。那我們在這邊跟各位介紹，有人把它翻譯成叫大臣，也有把它翻成叫阿尤他亞。那事實上，它就是以前我們講說滅掉吳哥王朝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王朝啊，泰國人所建立的。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這個佛寺。那佛寺呢，當然各位看多了也會覺得啊膩了。不過呢，在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景點，它其實就是一個榕樹。樹根包裹着很多的佛頭，那很多人說，到底是先這個樹根在這個地方，然後後面的工匠故意把佛頭鑲嵌在裡面呢，還是原本這個佛頭就在這邊，榕樹在這邊落地生根，慢慢的把它包覆起來？旁邊其實有解說牌哈，它也莫衷一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可以證實到底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不知道。不過呢，它就成為非常特殊的一個景點。心中有佛法，你會發現每個人解讀的概念都是不一樣。那為什麼看到很多佛頭？在這邊阿尤他亞，其實甚至素可泰都是世界遺產。可是在這邊你看到很多都是什麼斷手斷腳，甚至呢頭都斷掉不見的這個佛像。很多人說為什麼？難道是因為戰爭嗎？其實不是，這個地方呢因為谷物買賣的關係，在泰國曼谷有很多的谷物市場，而且買最多的是什麼？西方的遊客。他因為這麼大的一個佛像，你要運送啊，因為都是違法的行為，你要運送很困難，所以通常呢，這些小偷或是这些劊子手，基本上就是把最精緻，因為我們看到法相莊嚴，那個佛像最精華啊，就是他眼神，還有包括整個面容慈祥的感，所以呢，這個也是最好運送，所以通常給他斷頭。所以人家講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真的也是如此。八國聯軍有沒有那個？對，也是砍頭。對，那這個比較好運送。所以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哈，谷物市場，還有包括呢這個被榕樹包裹的這個佛頭，也成為來到阿尤他亞，各位可以去欣賞的一個部分。不過像這樣子包裹起來的話，那些小偷就沒有辦法。對，而且現在真的有人看管了啦，也不太可能。最佳的防盜設施。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老師跟我們聊了泰國，也聊了緬甸哈。之後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做更多的深入討論。同時也謝謝你的加入，更多的精彩內容，請鎖定 TVBS 優選頻道，同時也加入 T 觀點的粉絲專頁。我是張開文，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嘍，拜拜。